我想要的早已不止如此。总算是结束了。本来还以为会再等几年，没想这么快就变成了苏太太。啊，是吗？他这个人呢，在人前看上去很高冷，不容易亲近，其实私底下特别感性。对啊，想不到吧？不过他跟我提结婚时说的话倒也没错。他说，既然已经决定这辈子就是彼此了，就会渴望以更亲密的方式陪伴对方。所以我们不如遵从内心的意愿，成为合法夫妻吧。当时我稍微想了一下，觉得还挺有道理的。我们已经认定了对方，那么想要变得更亲密，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啊。对啊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未来有一天和左然的关系会发生变化？怎么还皱眉了？没想过吗？左然的想法，我觉得他一定希望跟你变得更加亲密。哎，你怎么这副表情？是不是左然欺负你了？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让你不安的事情。啊，看来我猜对了。现在呢，离丢捧花仪式还有一点时间，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再这么说，我也是过来人。怪。我觉得应该不是。据我所知，最近左然没有接危险的案子。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可以往好处想。也许左然避开你，是在准备惊喜，也说不定。没有啊，我只是……啊，对，
工作人员通知我，丢捧花仪式快开始了。你呢，先去现场准备一下，我等会儿和婚庆公司的人一起过去。等会儿见。左然啊，左然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左然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？我跟苏子毅的婚期定下来了，就在下个月。恭喜，我会准时出席。光出席可能不够，苏子毅还想请你当伴郎呢。我？可我并没有当伴郎的经验。没关系啊，婚礼的流程都交给了专业的婚庆公司，你只需要提前到场就好了。而且，他已经答应我当伴娘喽。你不会想看到他跟别的男士一起搭档吧？翟星，你好，我答应。不过，我需要你婚礼上的一样东西。哎呦，这可稀奇了！我婚礼上竟然有你左大律师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你的手捧花。手捧花？左然，你不会是想求婚吧？行了，还没听到，就很紧张的。哎，对了，左然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？竟然一点风都不透。你打算怎么求婚？浪漫的、夸张的，还是就你们两个人？还有，他知道吗？他还不知道。我想给他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，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，从我确定自己准备好与他共度一生时就开始了。那怎么到现在还没求婚？因为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跟我更进一步，会不会觉得这样太快。我听说婚礼上的捧花有传递幸福的意义，所以我想借着这次先铺垫。这种事儿不能拖泥带水。哎，你要不要在我和苏子毅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就求婚？在你们的婚礼上求婚？啊，不太合适。那是你和苏子毅的婚礼，我不能喧宾夺主。我们不会介意的，能够在自己的婚礼上见证另一对恋人立下婚约，感觉还挺有意义的。况且，你和他都是我重要的朋友，我可是看着你们一步步走到今天。要是能在我自己的婚礼上为你们送上祝福，好像特别有成就感。再说，这完全符合你想要的独一无二啊！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。我担心贸然求婚，会给他带去不必要的压力。左然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既然都想到了求婚，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。你应该也能确定他对你和你们这段感情的态度，只是……
只是你现在太在意他了，所以才会犹豫不安。但感情是骗不了人的，你不如说出自己的真心，把决定权交给他。难道你希望一直与他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？我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太瞻前顾后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既然决定了，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求婚流程？流程？对啊，我在婚礼仪式结束后拖住他，给你争取时间。至于求婚礼服、钻戒，还有求婚的誓言，都要提前准备好。这些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左然，我有时候真的有点怀疑你的执行力到底是强还是弱。明明把求婚的所有细节都准备好了，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退缩。啊，我们继续。反正等到求婚那天，你好了就给我发信息，我会想办法让他去现场，到时候你就顺势求婚。那捧花什么时候给我？他出发后，我会让婚庆公司开车送我过去，应该会比他早一点，我直接给你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行，我回头跟苏子怡说一声，让他跟你详细说说求婚的流程，他有经验。谢谢。跟我客气什么？我先去通知苏子怡了。翟青，什么？还有什么没交代的？这件事，希望你们能帮我保密，先别让他知道。我懂，不过我们是没问题，你比较难瞒住他吧？你对他的感情都能从眼神中溢出来了，旁人一眼就看得懂。他就算再当局者迷，以他的敏锐，应该也能察觉到。我会尽量避免露馅。哦，暂时没有心思。哎，不是。听语气怎么感觉好像跟左然闹别扭了？说谎，你的样子明明就是有事。现在时间还早，告诉我左然那家伙做什么了，帮你分析一下。左然，阿星说他已经出发了，大概10分钟后到。我们这边都布置的差不多了，阿星可能会晚一点，原定的车出了故障，他要去借观光车。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他已经到了现场，但捧花却还没到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紧张。唉，这种时候你就别取笑我了。我怎么会取笑你？这只是感慨。当年我向阿星求婚的时候，也是这种心情。你也会这样，既紧张又担心？当然了，毕竟面对自己深爱的人，当一切悬而未决时，总是会不安。但如果退缩又不甘心，确实。所以现在你能做的，就是将自己的爱意和心情传达给他。如果他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，那他一定会回应你。
这些我都明白，可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紧张。紧张是正常的，等到你单膝跪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，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他，根本不会去想别的。但愿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去准备吧。喂，是我。抱歉，我刚刚在想别的事情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没有躲你。别担心，我没有遇到什么事。我移开目光，只是怕被你看穿。其实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你等我，我马上。哎，左然，你先别去，那个东西还没到。没关系，翟青说的对，临门一脚的时候退缩不是好事。而且比起独一无二的仪式，现在我更不想让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场地等我。好吧，那你去吧，祝你一切顺利。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你觉得翟青和苏子逸今天的婚礼怎么样？那你知道这场婚礼接下来该做什么吗？你想要那束手捧花吗？你知道
接到手捧花的含义吗？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躲着你吗？回头。等一下，捧花来了。走然，接着。站在那里别动，我马上过来。还记得我刚刚说的话吗？我听过一种说法，在婚礼上得到手捧花的女孩会获得幸福。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你能永远幸福快乐。不是，不止这些。花朵或许可以带来祝福，但我却更喜欢用实际行动去追求它。所以，曾经的我们，或许有过无数次的擦肩而过，但所幸最后，我依旧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你。当你走进特弥斯律所的那天起，我想命运就已经宣告了我的结局。我们改变了彼此的轨迹，像太阳和月亮各自转动，又互相吸引。你毫无悬念地占据了我的身心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已经明白，此生除了你别无所爱，认定你就是我余生的唯一。我想永远在你触手可及之处，在你缱绻目光之中，未来的每一秒我都不想错过。所以，你愿意给予我永远站在你身边的权利吗？怎么哭了？
就只哭一小会儿，不然等会儿眼睛肿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因为我担心自己无法在你面前隐藏心事。你总是那么的敏锐，可以轻易从我的眼神中看出端倪。其实如果有别的选择，我无论何时都不想避开你。抱歉，好。我答应你，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今天晚上喝的都是稀释过的果酒，度数很低。我酒量不好，之前为了做伴郎特意跟苏子怡练过，所以现在还能保持一部分清醒。不过这酒喝多了还是会有点晕。别担心，我吹会儿风就好了。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了今天求婚时的事。我期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那些话我都已经在脑海里演练过很多遍，但等到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，我却又觉得不真实。甚至到现在，我都不能完全相信你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。我很怕这只是一个美梦。其实求婚这件事，我考虑了很久。我确信这辈子除了你，我不会再爱上别人。但在内心深处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想，你永远都有选择，而我永远都只会选择你。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令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，以至于产生执念。就算现在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，但我们的关系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人总是很贪心的，在确定彼此的真心之下，我想跟你变得更加亲密无间，所以才会执着于身份的转变，就好像称谓的改变
就能让我们变得更亲近。哦，我只是喝醉了，胡言乱语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到了，我们下车吧。在想什么难题？眉头都皱起来了。不是，怎么可能只有这些？我想要的早已不止如此。其实，我在求婚的戒指上刻了一个字 ：Sehnsucht。我曾经说过，你是我的可遇不可求，我永远会在一步之外等待着你。可现在，我后悔了。我发现比起被动等待，我更想主动地拥有你。我渴望你的一切。你我知道了。我可以再得寸进尺一些吗？
好点了吗？还有一点点。答应我，以后只注视我一个人，不要牵挂无关紧要的人。我会难过，永远别离开我，留在我身边。好。这是我们彼此相伴的契约，意味着身份的转变，以及更加亲密的关系。在戒指上的刻字，我确实纠结了很久，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德文单词，因为它让我认清心底最隐秘的愿望。我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渴望你的一切。这个月亮的形状是我特意设计的，与钻石构成了日月相伴的意象。意思是，我们像太阳和月亮各自转动，却又不可控制地互相吸引。钻石隐喻着坚若磐石、恒久绵长的爱。以前我并没有很直观的体会，但自从有了求婚的念头，我才明白这世上确实只有钻石能表达我对你的感情。指环的大小是我趁你睡着的时候偷偷测量的，好几次都担心你会中途醒过来，比我第一次上庭还要惊心动魄。指环的大小是我趁你睡着的时候偷偷测量的，好几次都担心你会中途醒过来，比我第一次上庭还要惊心动魄。钻石隐喻着坚若磐石、恒久绵长的爱。以前我并没有很直观的，但自从有了求婚的念头，